当然，在政治上、外交上，现在不断的角力，在军事上显然也没闲着哦。这个台海或者是我们包含南海，一直都很热闹。这部分明杰老师，你怎么看待后续军事上经过这段期间整个国际的一些变化？对，我们看到10月份以来整个这个东亚的这个包含一路从这个台海周边到东海到南海非常多的美中双方的这个军事的动作我们进一步来解读。我们先来谈以台海为焦点来观察。我们先问一个问题，就是说为什么美国军舰几乎每个月要例行性的穿越台海这当然有政治跟军事上面多重的意涵那这个原点应该要先探究说，为什么解放军军机要不断的入侵台湾的西南空域那其实这样的一个动作，同样的有政治跟军事的意涵那军机军舰逼近台湾这样的一个方式，甚至是绕行台湾，过去也发生这样的动作，基本上来讲，政治上来讲，我认为解放军第一个，他军事上想要透过在东沙附近的空域再把台海的南端就是先控后封，他希望先控制之后，未来如果他一旦要对台动武的情况，他可能就是透过这样的一个在这个地方的掌握，想要能够封锁，但是这是他的企图跟理想能不能达成？好，接下来我们就看到，在政治上来讲，如果他能够先控后封台海，然后这一个船舰能够绕行台湾，基本上来讲，在政治上的意向就是要利用这样军事的包围动作，把台湾从政治上把它纳进去所谓中国的一部分那军事上当然就是反介入就是说美国等国际的这个军力，如果万一要这个介入台海的战事的情况之下，在这一个西南的一个位置，它可以控制这个战场的情况之下，就阻止这个国外的兵力那进入台海，这政治跟军事上的意涵。同样的，我们看到美国为什么从川普时代2018年开始，有每个月通过这个台海这包含派遣这一个伯克级神盾舰这些动作。表面上你看到有时候派1艘舰，有时候派2艘舰，如果真的作战，当然不足以在这个地方发生军事的效用，但是政治上的一个意涵同样非常高。我刚刚讲到说，解放军透过军舰军机要把台湾包围进去，变成中国的一部分，但美国的军舰就是从台海穿过，然后把台湾切出中国的一部分所以这相对的相互的力量就是在这个地方交锋那军事上来讲，当然我们观察它的这个通过台海的这些，不管伯克级神盾舰过去也有提康德罗加级，甚至这个海巡舰都有那当然就在熟悉战场，包含像第7舰队几乎所有伯克级神盾舰，像这一个月连上个月才最新进驻到这个第7舰队的这个伯克级的杜威号，上面配备雷射武器的杜威号，也首度穿越台海等于每一艘舰都来熟悉整个台海战场，所以军事上当然也有它的用意好，那美中双方在这边角力，我谈到10月初。为什么突然变化这么大？当然，双方都不断的在这个增高对彼此的这个军事规则的压力。那当然，因为攻击频频扰台，所以你看到美军为首的，包含像这个美英日甚至有荷兰、加拿大这些6国，在10月初的时候汇集了3艘航母，包含这个卡尔文森号美军的，那还有雷根号，那英国的这个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那连日本的这个伊势号的直升机护卫舰也加入，总共6国17艘军舰在台湾东面举行大规模的海空联演这样的一个动作来讲，在这几年至少是少见过去美军也曾经汇集3支航母打击群，但是那个时候它基本上是在离关岛比较近的海域，如此靠近这个台湾的东面，甚至就在冲绳的这一个南面这个位置其实基本上，我想这场海空演习就是在模拟，如果万一解放军这个武力犯台，如何透过国际的联合兵力进行反制。那这样的一个大动作，当然北京看在眼里，他也知道说这是针对他而来所以为什么会10月初10月1号到4号连4天分别有38架、39架、16架、56架这么高的数量的解放军的战机攻击不断的这个入侵台湾的西南空域，甚至10月1号夜间都有这个歼16的战机直接直抵台湾的东南面。其实直抵台湾东南面，对台湾看起来似乎是在模拟对台湾东南基地的打击，但是其实那个时间点也是这一个整个6国联合海上军演的兵力在台湾东面那个位置那当然在做一个先声夺人的一个姿态，所以这样的一个美中的一个军事的一个角力一路延伸下来，我们看到整个舰队在10月4号通过巴士海峡进入南海之后，10月5号解放军的这个攻击就只剩1架那当然他就是在摆一个政治的动作，透过这个动作当然有多重的政治层面，一个对台湾内部当然是以武来逼统，
第二个对美国当然就是以武促谈，所以你可以看到随后这个华府也好，或者甚至美国总统拜登都出来谈说，哦，有私底下沟通，有所谓遵守台湾协议这个事情。基本上就是要透过这样的一个大的动作来逼迫美国跟他进行所谓的沟通跟谈判哦。那当然还有最重要当然是大内宣，那做给这个中国内部的小粉红看也好，表示说他在台湾问题上面他敢于这个对台强硬，也敢于对美斗争哦。所以多重一路衍生下来，看到南海的整个这个多国联合军演持续进行，而且这几天我们看到整个以美国为首的舰队一路南海演习完之后，开进这个印度洋的孟加拉湾。那第一阶段先跟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进行马拉巴尔的第二阶段演习之后呢，这2天又有一个新的 MPX 演习哦，这一场军演也是一场新的演习哦，因为特别是参加的这个4个国家是这个澳英美，加上日本。那澳英美我们知道先前才成立这个 AUKUS 的一个最新三方军事联盟，这等于是这3国首度联合军演哦，那加上日本在这个地方。这样的一个动作，一路从这个台湾的周边海域一路进入南海到印度洋，就是整个印太战略的一个完整呈现，表示说美国可以联合多国的一个军力在这个地方对中国进行包围跟威慑。那回到台海的部分，刚刚讲到美国神盾舰每个月穿越台海，但是在这个月罕见的连加拿大的这个温尼伯号都随行那这也是首度美国军舰穿越台海的同时还联合其他国家。那我们再去看一看，其实不止这个加拿大其实在9月底的时候，英国另外一艘这个 Richard Mount 的这个巡逻舰也通过台海。10月初，这个法国国防部也证实说，有一艘电侦舰也通过台海。算一算不到1个月的时间，居然有美英法加4个国家的军舰都通过台海。那其他国家对他们来讲，台海本来就是公海，就是国际航道，自由航行本来就可以通过。但是在这个时间点，也知道说北京一定会针对这些国家进行抗议，他们还是照样穿越。那当然表示说对台海这个情势的一个关注，也这些国家也不会因为这样子畏惧北京对他们的警告。那他当然反向来看。解放军近期不断的在透过央视释放，不管是73军，甚至连81军中部战区的这些所谓2栖登陆的作战演习的画面，当然也又在进一步武吓台湾。那除了台湾之外，更让外界关注的是说，这2天连这个中俄都在这个日本海进行联合的军演，而且这几天同样的中俄联合舰队，本来俄罗斯派了这个太平洋舰队12艘，连同解放军的舰队有6艘军舰18艘进行联合军演之后。中间的10艘那俄罗斯5艘，解放军5艘，共同穿越这个金青海峡。那金青海峡这一个动作，同样的中俄联合通过也是首次那过去2017年解放军军舰是曾经也穿越过。那这个举动当然在外界看起来似乎不是只有对台湾，似乎中国也拉着俄罗斯共同进来，要跟这个所谓这个美日同盟这些相对的这个国际联盟的国家进行所谓的分庭抗礼这样的一个互别苗头的动作。那主要是青青海峡过去来讲，本来连接日本的北海道跟本州中间，它这个水道其实更为狭窄南北最窄的距离其实不到20公里，也就是说。这个少于12海里因为12海里大概22公里。那本来日本其实是可以把它划为自己的领海划为领海的话，基本上所有各国军舰就通过的时候必须要先通报否则我是可以拦截你。但是那时候因为日本跟美国关系非常好那等于说同意让美国的这个核动力航母，包含核动力潜舰可以直接不用通报就无害通过。那变成说中间留了一个非常细长的水道那南北其实只有留了3海里的所谓领海的一个范围，所以各国军舰在这个地方穿越，基本上来讲，因为日本有相关的法令已经规定这个不违法，所以这一次变成说走了这一个漏洞，中俄可以穿越这个金青海峡。那环球时报更进一步呛声说，这个中俄舰队非常有可能会直接绕日本州一圈那这样的动作，当然看在日本这个眼里，看这个日本的这个民意，当然相对于政府来讲，过去可能只有政府比较强调说台海的这个情势这个关注必须要加强。那现在连日本内部的民意在反中上面也感受到威胁，应该也会越来越强那当然针对这个动作，一个是跟美国互别苗头之外，另外当然也是针对日本这几次这个对台的发言越来越力挺台湾的安全，特别是台海有事的部分可能未来也担心
台日之间的政治跟军事的发展会进一步升温哦，所以对于这样的一个动作，变成也是在对日本反介入。北面透过这样动作对日本反介入，南面用攻击扰台的方式对美国反介入，所以这一切的核心哦，看起来军事动作有些部分是对美，有些部分是对日，但是整个核心都是环绕在台湾安全本身哦。那当然中俄之间的一个关系，众人皆知啦，这个各有所图啊、是不是真的军事联盟？如果是这一个有相当的军事或政治互信，早就结合成所谓军事联盟。但是你看到俄罗斯的这个总统普丁哦，一直强调跟中国没有必要这个结成所谓的军事同盟哦。那同时我们看到实际上的一个举措上面，其实俄罗斯早就防着中国哦，包含在军事科技上面，譬如说核动力潜舰的技术，它一直不愿意哦提供给这个解放军，解放军才只好自己去打造它的核动力潜舰哦。那相较于印度来讲，你看过去哦，它出售给印度苏凯30战机哦，是属于苏凯30 MKI 哦，它的等级是比出售给中国苏凯30 MKK 或 MK2 还要高。所以基本上军事协助来讲哦，它对印度可能信赖度绝对都还超过中国哦。那中国当然也是目的，只是把俄罗斯拉进来哦，表示说他在国际上不是没有朋友。那俄罗斯则是利用中国，让他的这一个俄罗斯的这个太平洋舰队能够南下哦，不需要再一直处在说这个北面这个寒冷的天候，那限制他的军事活动。所以双方本来就有各自的目的哦，只是一个等于说是暂时性的一个结盟的一个关系。所以这次的动作是不是真的能够来进一步来对跟美国、日本甚至英国？目前都已经加入整个这个印太战略的一个行列相互来抗衡我觉得恐怕这个距离还差得非常远。